表弟想借我新车充场面，被我拒绝后，私下偷开走了我的车，还因酒驾把车撞废了。我开口要车，却被表弟一家长乖狂对：你还有脸要车？你弟会这样，就是那破车害的。你弟因为你的车受伤，这医药费也得你出。后来我只用一招，就让他们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求放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沈巍，开门！你看你把我们一鸣害成什么样了？一大早，门口就传来了剧烈的敲门声和谩骂声。打开一看，门口站着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表弟一家。左边那个又矮又胖的是表弟齐一鸣，右边那个身形臃肿、满脸浓妆的则是我舅妈陈丽。此时，他们母子俩正堵在我家门口，满脸怒意地看着我。看到他们，我也是愣住了。我正找他们呢，结果他们自己倒是送上门来了。几天前，我提了一辆新车，住在楼上的齐一鸣得知后，直接来找我借车，说是借去开开充个面子。齐一鸣之前就有酒驾被抓的黑历史，因为那次酒驾，驾照至今都没重考，再加上这车刚买，我自己都没来得及开，我果断拒绝了他。齐一鸣愤愤离去。第二天，我却发现齐一鸣偷走了我的车，还专门发了个朋友圈炫耀。彼时我正着急用车，需要开车赶去公司谈合作。我疯狂联系齐一鸣，发短信打电话让他还车，他装死不回复。我去他家找过他，他家里也不见人影。他们一家在偷走我车后就集体失联了。我本来想报警，结果刚出门，他们自己就先找上门来了。我冷眼看着他们，没好气地开口道：我车呢？赶紧还我！没等我说完，陈丽就不悦打断，指着我的鼻子就是一通训斥：你还有脸要车？你弟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就是那破车害的。要不是你，我们家一鸣怎么会出车祸？他们这么一说，我才注意到一旁拄着拐杖的齐一鸣，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理不直气也撞道：表姐，你是车主，我开你的车子受了伤，你就有责任进行赔偿。念在我们姐弟一场，这精神损失费我就不和你要了，你把我医药费报销了就行。齐一鸣一开口就是一股很浓的酒味，差点没给我熏吐。我捏紧鼻子，连忙后退了几步。齐一鸣见状，又靠近了几步，非要让我把他的医药费给付了。我一把拍开他的手，冷笑开口道：真是给脸了，你偷了我的车，私下酒驾，现在还有脸找我要赔偿？你搞清楚，现在违法的是你，就算要赔偿，也是我向你要。酒驾开车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，随便哪一条都能将你送进去。听我这么说，齐一鸣的脸色立马变得难看了起来，有些心虚地移开了眼神。陈丽见齐一鸣这样，立马将他护在身后，叉腰怒骂道：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叫一鸣偷了你的车？明明是你车被偷了，还是我们一鸣发现好心给你送回来的，结果回来路上出了车祸。我们一鸣这伤都是拜你所赐，你不仅拒付医药费，现在还要把一鸣送进去，哪有你这么恩将仇报的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赔医药费，我们就不走了，我们还要闹得全小区都知道你是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。说着，他们一家伸开双手堵在门口，大有我不给钱就不让我走的架势。我气笑了，这是明晃晃的威胁，他们一家真以为这样就能拿捏我？很可惜，我并不是什么软柿子。我冷眼看着陈丽，一字一句道：那你闹吧，就让所有人都知道齐一鸣是个偷车贼，看到时候谁尴尬？听我这么说，
陈丽气红了脸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你这是污蔑！你有什么证据，就敢污蔑我儿子的清白？我的脸瞬间红肿起来，火辣辣的疼，我顿时火冒三丈。明明是他们偷了我的车，他们还有理了？他们敢这么猖狂，不就是咬定了这小区里没有监控，我拿不出证据吗？他们还是想得太简单了。本来还想给他们留面子，现在看来没必要客气了。这么想着，我果断掏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播放了一段监控。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证据。这监控正是小区的监控，里面清楚录下了齐一鸣的偷车过程。他趁我那天没注意，偷拿走了我放在餐桌上的车钥匙，独自来到车库把车偷开走了。被我这么公开处刑，齐一鸣一家三口的脸色瞬间绿了起来，像极了发霉的面包。齐一鸣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满脸震惊。怎么可能？沈巍你 P 的吧？小区哪来的监控？我耸耸肩，冷笑道：最近刚安的，不信你们抬头，头上就有俩。齐一鸣不信邪地抬了头，在看到头顶那2个硕大的摄像头时，脸顿时黑成了锅底灰。看他们这样，我还不忘诛心。你们要是还嘴硬，那我就报警，让警察辨真假。听我这么说，齐一鸣和陈丽瞬间如梗，相互对视，尴尬地愣在原地。最终还是陈丽率先打破了沉默。只见他陪着笑脸过来拉我：微微啊，这点小事哪犯得着报警啊？都是误会，一鸣就是借你车开，都是自家人，不至于这么小气吧？我没说话，满脸嫌弃地甩开陈丽的手。这变脸真够快的，让人恶心。见我这样，陈丽直接抬手给了自己一巴掌，语气里也是带上了几分讨好。微微，舅妈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你气我前面扇你的那一巴掌，你消气，是舅妈错了，舅妈不该把气撒你身上的。看在舅妈的面子上，你别和一鸣计较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你弟弟。陈丽一边说，一边偷看我的脸色。见我脸色没有丝毫的好转，他开始摆起了长辈的架子。微微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我们亲戚还比不上你的一辆车？你别忘了，你爸外出的这些年，都是我们一家在帮忙照顾你和你妈的。结果你却这样回报我们，真是不讲情分，太让我寒心了。陈丽这番无耻言论直接让我气笑了。照顾我和我妈，你们是指每次空手来我家蹭吃蹭喝，走之前还要顺走我家东西的这种照顾吗？还有，你们搞清楚，我要真不顾情分，就不会在这里和你们瞎扯，而是立马报警处理了。得知新车被偷走后，我本来是想立马报警的，我妈却出来阻止。她为舅舅一家说情，说齐一鸣心眼不坏，只是虚荣了点，开去充个场面，很快就会还回来的，都是一家人，让我没必要做这么绝。看在我妈的面子上，我才会先联系齐一鸣，想私下解决，结果他却玩失踪。后面我是实在急需用车，才准备出门报警的。没想到我的忍让却换来了他们的变本加厉。他们不仅偷开我的车，还反过来向我索要医药费，甚至还倒打一耙威胁我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火气又蹭蹭蹭地燃了起来。行了，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不想让我报警的话，就赶紧把车还我。陈丽被我对得说不出话了，一旁的齐一鸣倒是眼神不自觉地闪躲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算计满满地看着我。还车可以，但你得先付医药费。表姐，我还是懂点法律的，这车是你的，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只要出了事都是你负全责。现在我因为你的车受了伤，
你自然得赔偿我医药费。这是什么奇葩言论？受害者有罪论！我再次被气笑了，冷着脸一字一顿道：看来我们是没法交流了，那报警吧，让警察来评理。我倒要看看警察是会帮偷车的你们，还是被偷车的我。说完，我懒得废话，拿起手机就准备报警。见我动了真格，齐一鸣瞬间败下阵来，他气红了脸，不情不愿道：行行行，这医药费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行吧，妈，我们走。说着，齐一鸣拉着陈丽就准备转身离去。他们刚准备离开，就被我冷声叫住：等等，你们车还没还我呢。沈巍，你别得寸进尺。齐一鸣瞪我一眼，很是咬牙切齿。我也不惯着他，毫不客气地回怼道：我要回我自己的东西，怎么就得寸进尺了？倒是你们偷了我的车，还有脸上门要医药费，到底是谁得寸进尺不要脸呢？所以你们到底还不还？不还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说完，我做事就要拨出报警电话。别，还，当然还！陈丽先一步阻止了我的动作，一个劲地陪着笑脸，眼里却闪过一丝阴狠。齐一鸣也是满眼恨意地瞪着我：不就是车吗？还你就是了，别以为谁都稀罕你的破车，就是到时候还你了，你可别后悔。说完，齐一鸣和陈丽愤然离去。临走前，眼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阴狠。很快，我就明白那天他们为什么会有那种眼神了。在我的威慑下，齐一鸣他们当天下午就把车还了回来。得知车被送回来后，我立马前往车库，准备开着新车去公司谈合作。结果到了车库，看到他们还回来的车，我却是气得嘴角狂抽。这是我之前的新车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破烂不堪、缺车门、少轮胎的报废车子，心里一阵拔凉，更是痛到了谷底。明明之前还是个完美到反光的新车，几天不见就变成这副模样了。这车祸能把我的车子撞成这样，怎么就没把齐一鸣给撞死呢？我在心里低声咒骂了几句，颤抖又心痛地打开车门查看情况。这一看，差点没给我当场气昏过去。我的车里面空空如也，真皮坐垫被人硬扯下来了，方向盘和刹车也被拿走了，甚至就连发动机都没了。与其说我面前的是一辆车，不如说是一堆没用的废铁来得更贴切。这车上面还贴心地附上了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既然你不肯支付医药费，那我们也只能那些对应值钱的东西了。我把纸条攥成团，气得浑身颤抖。齐一鸣，我就说，就算真的是很严重的车祸，也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。果然知道是他们一家干的好事，难怪那天笑得那么不怀好意。他们这是报复。我气得太阳穴一阵生疼，我辛辛苦苦攒钱买的新车，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开就被齐一鸣偷走了，结果他现在却还我一堆破铜烂铁，这谁能受得了？我气得直接给齐一鸣打电话，让他们滚到车库里来，因为都是同小区的，所以他们不到片刻就赶来了。又怎么了，沈巍？车不是都还你了吗？你还要怎样？齐一鸣脸上写满了不耐烦。是啊，薇薇，左右不过一辆车，你怎么就非揪着不放呢？陈丽也扭着身子在一旁附和。看他们这副幸灾乐祸的模样，我原地爆炸，直接把手里的纸团扔到他们面前。是我揪着不放吗？明明是你们非要针对我，这纸条不就是你们写的吗？就因为我不给医药费，你们就直接拆我车，真有你们的！我的怒吼声很快把车库里的吃瓜群众都吸引了过来，他们围在我们身边，议论纷纷地看热闹。陈丽和齐一鸣
一向好面子，若是平时被这么多人盯着，肯定会脸红尴尬。但是现在他们不仅不尴尬，眼里反而还闪过一抹算计的金光。没等我想明白，就见陈丽把纸团从地上捡了起来，一脸无辜地看着我。什么纸条？我们就没写过纸条啊！你的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们也不知道。明明还回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不是你们还能是谁？我刚说完，齐一鸣就把纸条重新扔到了我脚下。够了，沈巍，这纸条上面的字都是打印出来的，根本证明不了什么。你又凭什么说是我们动了你的车？那我还说是你自导自演呢。薇薇，你真误会我们了。你要不信，那你就去查监控。陈丽委屈地红了眼，连声音都颤抖了起来。他们居然主动让我查监控。我虽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但气上头的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果断去保安室调取了监控。结果却发现那段时间的监控好巧不巧刚好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哪有这样巧的事情？我怀疑地扫了齐一鸣和陈丽一眼。那你的意思是监控是我和我妈弄坏的喽？是不是你们自己心里清楚？听我这么说，陈丽立马坐到地上，开始捶胸顿足地哭诉道：薇薇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和你表弟？舅妈知道你因为一鸣借了你的车心中不满，但你也不能这么造谣污蔑我们呐！你这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们？齐一鸣见状也在一边煽风点火。表姐，真没想到你是这样小气的人。你要是真不想借车，可以直说的，没必要表面一套背地一套。陈丽一个人唱戏还不够，还要拉着围观群众一起唱戏，大家都来评评理呀！我对我这外甥女可不薄啊，她爸外出打工的这些年，我们一家可没少帮衬，没少往里贴钱。结果现在她居然因为一辆车这么对我，真是太让人寒心了。说着，陈丽还特意挤出了一滴鳄鱼的眼泪。人们向来就是同情弱者的，陈丽这么一卖惨，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到了我身上，鄙夷、不屑、指责、失望，他们议论纷纷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疯狂指点我。不就借个车吗？至于这么小气吗？我外甥女要是这样对我，我上去就是一巴掌，真是不知感恩，白眼狼一个。就是舅舅一家对他那么好，别说是借车了，就是送车都是他应该的。听着围观群众的议论，齐一鸣和陈丽的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，眼里更是闪过计谋得逞的得意。我捏紧了拳头，声音也是带上了几分怒意。演够了没有？你们到底要干嘛？我车被拆了还没委屈呢，他们倒是委屈上了。听我这么说，陈丽眼睛一亮，立马收回了眼泪。我们也不为难你，你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费和名誉受损费就可以了。齐一鸣也叉腰附和道：对，不然就告你造谣诽谤。我在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，他们可真有脸啊，做了坏事还想倒打一耙，真以为我怕了他们？想得倒美，你们赔我还差不多。听我这么说，齐一鸣冷了脸，怒吼道：是你造谣的，我们要凭什么赔你？就凭这个。下一秒，我直接从车里拿出了车载雷达的监控，当着众人的面播放了起来。车载雷达监控有360度的全天候监控，更能24小时全方位无死角地对车周围的一切事物进行监控。所以齐一鸣和陈丽拆车贴纸条的作案过程就这么被录了下来。而齐一鸣破坏的监控摄像头，其中有一个刚好是在车辆附近的，所以他破坏小区监控的恶行也被一一记录了下来。看到我播放的监控视频后，
齐一鸣和陈丽的脸当场变绿，难看至极。他们震惊地看着我手里的监控视频，疯狂摇头：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车里面还有监控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之后，齐一鸣立马改了口，开始恼羞成怒：沈巍，你这监控一看就是假的。这年头科技这么发达，合成个监控视频也很容易，用个假监控就想瞒天过海，你还真把我们当傻子糊弄了。似乎是为了掩饰心虚，他的声音奇大无比，我的耳膜都要被他吼破了。既然你非说是假的，那去警局吧，警察很公道，是不是合成一查便知。我语气冰冷，一字一顿道。见我动了真格，陈丽立马出声制止，尴尬地扯出一丝微笑。都是亲戚，何必闹成这样呢？是不是？这么多人看着，好面子的陈丽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可我偏不给他这个机会。我故意提高音量，一字一句道：现在知道是亲戚了，之前偷我新车讹我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亲戚？再说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也是你们先无理取闹的，我从来就没有想把事情闹大，一直都是你们在步步紧逼不饶人。我当着众人的面直接把齐一鸣和陈丽干的好事都说了出来，不就是舆论压力吗？谁不会？被我这么一说，围观群众纷纷朝陈丽母子投去不屑的眼神。搞半天是这俩在自导自演啊！这是什么奇葩亲戚？一家子吸血鬼吧？小姑娘怪不容易的，不仅车被偷了，还被讹钱，世风日下呀！面对众人的指责，陈丽羞红了脸。她没想到我一点面子都不给她，笑容瞬间凝固在了脸色，脸更绿了。正面刚不过，她便放软了语气，开始道德绑架。微微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大度点，就非要在这点小事上斤斤计较呢？你是姐姐，一鸣是你弟弟，是继承香火的男丁，你让他怎么了？齐一鸣也在一旁应和：就是表姐，你至于这么小气吗？因为车和一点医药费较真到这个地步。再说了，自古姐姐不都是要帮衬弟弟的吗？不然怎么会有长姐如母一说？别人的姐姐也都是这么做的，只有表姐你老想着坑我。说到后面，齐一鸣还故意当着我的面连叹了好几声的气，这是生怕我看不出来他是在阴阳怪气嘲讽我。我扬唇冷笑道：首先，我们不是亲姐弟，只是表的，还是一表800里的那种。你凭什么要求我事事顺着你，什么都帮衬你？就算是亲姐弟，我也不会白当血包被吸血，何况只是个表的。其次，长姐如母是指你父母双亡的情况下，我承担起你父母的义务，代为抚养你。所以你父母死了。说这话时，我抬眼扫了陈丽，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难道你是想咒他们死？陈丽的脸色刷的就青了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。我没理会，继续输出道：最后，你大方，那你把车钱赔了吧。我手上有你偷车的监控，你现在不赔，到时候去了警局还是要赔的，说不定还要双倍赔偿。听我这么说，齐一鸣双眼喷火地看着我，却偏偏没法拿我怎样。最后只能愤恨地咬咬牙，无奈开口：赔就赔。见齐一鸣松了口，我心中打定主意，拿了钱就不和这一家奇葩联系了。但是下一秒，齐一鸣的操作却让我三观震碎。齐一鸣直接给我转了5万，转完后恶狠狠道：还你车钱，真是看错你了，就你这样小心眼的表姐，不要也罢。看着这笔转账，我陷入了沉默。5万，我这车可是限量款，当时买来可是整整150万。当时我业绩好，年终奖拿得多，
所以给自己提了个限量款的新车，区5万，连车的零头都不够。齐一鸣见我愣神，得意地摆摆手，冷笑道：“不用找了，剩下的钱就当我喂狗了。”我瞬间被气笑了，你在逗我？你这钱买个车轮子都不够，我那新车可是花了整整150万。听我这么说，齐一鸣一家瞬间冷了脸。陈丽本来就因为前面我说的那番话对我有怨，她瞪着我厉声道：“你这是敲诈！就一个普通汽车，哪里值那么多钱？”就是，齐一鸣也是不屑一顾。就一个普通汽车，哪里值那么多钱？你那些破零件也就卖了这么些钱，你别当我不懂。这一看就是改造车，你可真虚荣。为了装阔，还专门买了个假车标贴上。就你这改造车，5万都给高了，3、4万足矣。再加上这车开过都是二手的了，按折旧算的话就是2、3万。我念着亲戚情分，都多给你钱了，你别不识好歹，好一通无耻发言。照他们这么说，我还要反过来感谢他们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愤怒回怼：不识好歹的明明是你们一家，我这车可是限量款，你们偷开走我的车还有理了。当时要不是我妈多次劝阻，再三求情，我早就报警处理了。还有把车开旧的事，你们不是我到手的时候就是新车，你们还给我的却是一堆破烂。明明这新车我都还没开过，你们凭什么按折旧费给我？见我软硬不吃，齐一鸣再次破防，他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谩骂：“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哪里懂车？我看你就是信口开河，想借机敲诈我们。就是。”看起来乖乖巧巧的，心眼比谁都多。陈丽也一边叉腰，一边帮着齐一鸣骂我。这时，围观群众里面有识货的人认出了我的车子，他表示这车的市场价就是150万，甚至还要更高。他这么一说，围观群众纷纷站到了我这边，帮忙支持我。让陈丽母子赶紧把剩下的钱补齐了。陈丽母子本来是打算让围观群众给我施压的，结果没想到反噬到自己身上了。他们气得满脸通红，浑身发抖。最后齐一鸣索性直接摆烂，反正车钱给你了，就5万，你爱要不要？这帮无赖，你们！我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还想再说什么，齐一鸣就直接喊疼晕了过去。就他那半睁半眯的眼睛，一看就是装的。沈巍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一鸣要出了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陈丽趁机扶住齐一鸣，借着送齐一鸣去医院的借口，果断逃离了车库。再待下去，他们的脸怕是要丢尽了。他们逃走了，我却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们。既然他们不肯把钱还给我，那我就上诉，强制他们把相应的车钱赔给我。这么想着，我果断掏出手机联系律师。和律师商量完后，我正在收集证据，准备不日上诉。就在这时，二姨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沈巍，不是二姨说你不就是一辆车吗？你让给你表弟不就行了？为什么非要斤斤计较呢？你看你把表弟一家欺负的，都把你挂上热搜了啊！什么热搜？我听得一脸懵。我上热搜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挂断电话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微博，找到二姨说的那个热搜。看到内容后，我瞬间血液倒流，怒气直冲天灵盖。我确实上热搜了，但是上的却是黑热搜，而且发热搜的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齐一鸣一家。他们专门联系了记者进行拍摄，镜头里他们疯狂颠倒黑白，各种卖惨。齐一鸣扣着手指，委屈巴巴地诉苦道：“我只是想不明白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表姐？就算我们只是表亲，
但是我一直都把她当亲姐姐的。我们家待她不薄，她爸外出打工，一直都是我们家进行帮衬的。我们帮了她这么多，她却连辆车都不肯借。后面不情不愿地借了车，但又隔三差五地想要回去。她的车不是什么豪车，就是改造的二手车，因为这车质量不过关，我还因此出了车祸。说着说着，齐一鸣的声音不免带上了哭腔。我相当于替他挡了灾，为他受伤，那他帮忙出个医药费也很正常吧？结果我们一家上门要说法的时候，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打我爸妈，还要我们还他车，赔他车钱。后来我们还了车，也赔了钱，他却趁机敲诈，非说这是150万的豪车，哪有这样当表姐的？齐一鸣说完，陈丽和齐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。就是你们是不知道，这死丫头一上来就扇了我2巴掌呢，没规矩得很。没错，她明知我儿重伤，还要这么刺激她，后面我儿都被她给气晕了。这沈巍简直就是欺人太甚。这段视频一经发布，就在网上掀起了千层浪，很快便冲上了热搜。一点开评论区，里面全是对我的谩骂，恶评如潮。这是什么恶毒表姐？整个看下来就是一头不知感恩的白眼狼。不就是辆车吗？借给弟弟怎么了？就是弟弟还替他挡灾了，不仅没出医药费，还反过来要车钱，臭不要脸！也不能这么说吧？不都说车子不能随便借吗？借车就好比借对象，说不定这表姐本身就不乐意借车，只是被道德绑架了。我是知情者，我可以作证，表姐没有错，一直都是这两母子在颠倒黑白，大家不要被骗了。你们和恶毒表姐是一类人吧？难得的好评一发出来，就瞬间被恶评淹没了。不仅微博的评论区谩骂一片，微信的家族群里也是瞬间炸了。亲戚们本来就因为我有出息，过得比他们都要好而眼红。之前他们还听信了齐一鸣一家的造谣，认为我能得高薪工作是因为出卖了身体。现在见我上了热搜，他们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。只见他们纷纷艾特我和我妈，在群里说各种各样难听的话。二姨，红莲啊，不是二姐说你微微会变成现在这样，你这个当妈的有很大的责任。三舅，没错，就是你这个当妈的没教好。外婆，微丫头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怎么可以这么对你表弟？外婆，还有你，红莲，女婿外出工作这些年，一直都是你弟一家在帮衬你，你们让他们又怎么了？现在居然为了一辆车在这里斤斤计较，这不是让人寒心吗？我妈在群里各种道歉，姿态放得极低，可明明做错事的不是我，也不是她。就在这时，齐一鸣给我私发了一条挑衅短信，这就是得罪我们的下场。你妈妈在群里可是像狗一样朝我们一一道歉呢，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沈巍，别怪我不给你机会，只要你在群里向我认错道歉，再赔我双倍的医药费，并且不再提车钱的事情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我们一家也不是斤斤计较的人，还是可以原谅你的，不然真闹大了可没你好果子吃。我冷冷回了2个字：做梦。发完，我果断把这个聊天记录截图保存，正找证据呢。齐一鸣倒好，自己撞上门来了。虽然我现在愤怒不已，很想在群里输出狂对奇葩亲戚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比起浪费口舌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我没管舆论和家族群里的是非，一心收集证据。等证据都收集好之后，我打包整理好发给了律师，希望加快上诉的进度。做完这些之后，
微博和家族群还是骂声一片。这次我没有再忍，果断把证据同步发到了微博和家族群里，并配文：这才是真相，你们都被齐一鸣一家给骗了。首先，这个车是我刚提的新车，而且我也没有借给他们，是他们偷开走的。其次，他们酒驾出车祸，撞坏了我的车，却反过来向我索要医药费。最后，他们不仅撞坏了我的车，还把我车里面的零件都偷走卖掉了。我要赔偿合情合理，150万也没瞎说，确实是我车的价钱。欺人太甚的不是我，一直都是齐一鸣一家。这些证据我已经交给律师了，既然他们不赔钱，那就等着法律的传票吧。这些证据里面有齐一鸣偷车的监控视频，还有我新车前后的对比图，当然还有我新车的购买记录，以及齐一鸣前面挑衅的聊天截图。这些证据一甩出来，舆论瞬间反转，之前喷我的网友都开始转向喷齐一鸣一家了。我早说了，一直都是这两母子在做戏，你们偏不信，无耻一家人，真恶心！还说表姐是白眼狼，我看他们一家才是白眼狼，吸血鬼，真下头！抢人新车如同杀人父母，这谁能忍？这不就是无理取闹吗？一家子奇葩，小姐姐干得好，对付这种极品亲戚就得这样，打官司，让他们狠狠赔钱。不止网上骂声一片，家族群里也是话锋一转，亲戚们尴尬不已，开始在群里训斥齐一鸣一家，在群里疯狂挽尊，给我和我妈道歉。一鸣，这事确实是你有错在先，还不给你表姐和姑姑道歉，对不起啊！红脸，微微，前面是二姐误会了，我说的那些话你们也别往心里去。当然，也有亲戚坚持在里面和稀泥。哎呀，都是亲戚，微丫头，你也别做这么绝了。就是啊，说不定哪天你就需要别人帮忙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没必要这么小心眼。我毫不客气地直接回怼。那齐一鸣他们可曾给过我和我妈生路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被我这么一对后，亲戚们不说话了，家族群瞬间安静沉默了起来。这之后，齐一鸣和陈丽彻底遭到了舆论的反噬，不仅天天被网暴，还被愤怒的网友人肉到了基本信息，骚扰电话和短信轮番轰炸，甚至还有丧心病狂的网友往他们家门口泼粪、扔垃圾、寄恐怖包裹。据说齐一鸣和陈丽被折磨的精神都萎靡了，但这还不足以压倒他们。真正让他们崩溃的是我提起上诉后，法院发给他们的传票。他们被强制要求赔偿我150万的车钱，外加精神损失费，一共160万。齐一鸣和陈丽这才开始慌了，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来我家求原谅，连我那一向不作为的舅舅齐帆也出面跟来了。令我意外的是，一向心软念及亲情的我妈居然拒绝了齐一鸣一家的道歉。或许是经历过之前那件事，彻底看清了齐一鸣一家的嘴脸了。见说服不了我妈，他们又开始跪求我原谅。可惜我也坚定的不原谅，还将他们反手赶出了我家。最终，齐一鸣一家为了还我车钱，只能卖掉他们现在的房子进行赔偿。拿到车钱后，我彻底断绝了和他们的来往。这之后，他们也是安分不少。就在我以为能一直这么清静下去的时候，他们又开始作妖了。某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却意外发现齐一鸣一家3口出现在我家里。他们鞋都没脱，就躺在我的沙发上，吃着我的零食，喝着我的饮料，吃完喝完的垃圾就随手乱扔，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自己家。
我面露不悦：“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而且你们怎么进来的？我不是上了锁？”陈丽不屑地扫了我一眼，语气得意：“就那破锁还想拦住我们？我们一鸣聪明，找了个开锁师傅，3两下就进来了，所以你们是撬锁进来的。”我皱紧了眉头，语气也是带上了几分怒意：“这是我家，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懂不懂？赶紧从我家离开！”我一边说，一边嫌弃地把他们往外推，但是齐一鸣却不乐意了，他甩开了我的手：“走什么走？这是我们未来的家！”陈丽也拔高音量附和道：“就是，我们之后可是要在这里住下的。”齐帆没说话，却也是默认的。我气笑了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们住这儿？”听我这么说，陈丽立马叉腰怒吼：“管你说没说过，这都是你欠我们一家的。要不是你非要计较车钱，我们也不至于买房赔偿。你害我们没了房子，我们住你个房子怎么了？”齐一鸣也是一脸理所应当：“就是，我们不仅房子没了，还因此名声尽毁，丢了工作，连收入来源都没有了。这都是托你的福，你就应该负责。不过你这房子还真是不错，不仅装修精致，采光还好。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还偷买了这么一套好房子呢？”齐一鸣这么一说，陈丽和齐帆也是纷纷上手，满眼算计：“是啊，早知道你有这么好的房子，我们当初还买什么房？直接过来住就好了。”丽丽，别这么说，我们现在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这房子留给一鸣当婚房就很不错。听齐帆这么说，陈丽的眼睛瞬间亮了：“老齐，你说的对呀，沈巍，这么着吧，只要你愿意把这房子过户给一鸣当婚房，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不计较，之后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反正你一个女娃迟早要嫁人，要房子也没用，还不如给你表弟呢。”呵呵，当着我的面算计我的房，可真有他们的。我攥紧了拳头，一字一顿道：“一天天的想屁吃呢？我的房子凭什么要给他齐一鸣？你们赶紧滚出我家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见我这样，齐一鸣怒了，抬手就要朝我打来。我先一步躲开了，他扑了个空，狼狈摔倒在地。在他口吐芬芳前，我掏出了手机，就准备报警。见我这样，齐一鸣更生气了，歇斯底里的怒吼：“沈巍，你敢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高工资是怎么来的，不就是傍了一个好老板吗？你敢报警，信不信我去你公司把你工作闹没？”他这么一说，我的逆反心瞬间上来了，果断报警，控告他们一家私闯民宅。很快，警察上门，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警察，并且还说了齐一鸣一家撬锁的事实。警察面前，他们一家还在嘴硬：“警察同志，你可不能听信沈巍一面之词，这确实是我们家，就算要私闯民宅，也是他闯了我们的家。”我在心中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，果断地从抽屉里拿出了房产证。这是我的房，户主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。房产证一拿出来，齐一鸣一家瞬间哑火，没法再辩驳了。最终，警察批评教育了齐一鸣一家后，把不情不愿的他们强行带离了我家。被带离时，齐一鸣发出了怒吼，眼神也是偏执疯狂：“沈巍，你好样的！你给我等着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”齐一鸣确实是说到做到。从那之后，他们一家彻底把我记恨上了，开始各种骚扰我，不仅下班路上堵我，还好几次跑去我公司里闹，造我和老板的谣言。见人就说我和老板有一腿，我是靠着身体上位的。甚至为了闹得人尽皆知，他们还专门搞了个横幅和大喇叭，一天到晚
就在我公司楼下拉横幅，用大喇叭循环造谣我是小三这件事。可惜他们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，他们不知道我的老板其实是个女的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是我的知己，一直都能重视我。我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，少不了她的培养和提拔。得知了公司有人闹事造谣后，老板立马出面，不仅出面澄清辟谣，还勒令保安加强看守力度，不许再让齐一鸣一家靠近公司。后来为了威慑齐一鸣一家，老板甚至都报警处理了，控告齐一鸣一家扰乱社会秩序。齐一鸣一家本想造谣让我丢工作来让我服软，偏偏我老板也是个硬钉子，这下他们无可奈何了，只能制造些恶心的事情来膈应我，比如每天往我家门口扔垃圾、扔老鼠尸体，或者是泼油漆写血字，又或者是半夜3更给我发恐吓短信，搅得我不得安宁。他们做的这些事固然无耻过分，却偏偏不犯法，也没有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我找警察，警察也无可奈何，不能拿他们怎么样。而齐一鸣一家或许是尝到了甜头，对我进行了越发过分的骚扰，我觉得也是时候推他们一把了。这天，在看到家门口又出现了死老鼠尸体的时候，我果断给齐一鸣打了电话。齐一鸣，你们无不无聊，天天干些缺德事，你们会变成现在这样，完全是自作自受，就是活该。虽然我知道你们很羡慕我的生活，羡慕我有好工作、高收入，羡慕我有大房子，但这些都是我的，跟你们屁关系也没有。我劝你们别再来烦我，不然休怪我不客气。齐一鸣没说话，但我能通过急促的呼吸声感觉到他的愤怒。愤怒吗？那就对了。我勾唇冷笑，继续刺激。像你们这样的人渣，就只配像老鼠一样活在阴沟里。沈巍，你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我果断挂断了电话。看来鱼儿已经要上钩了。当晚，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感觉到房子里面有动静，难道里面有人？想到这里，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就在我准备开灯进去查看情况的时候，一道黑影从我身边掠过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双黑手就捂住了我的口鼻，刺激的香味直入鼻腔。下一秒，我就这么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我意外发现自己在废弃工厂里面，此时正双手双脚反绑在椅子上。哼，终于醒了。阴冷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，循着声音望去，我猛地一怔，面前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齐一鸣一家3口。齐一鸣，居然是你们！你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们这是犯法的。话还没说完，齐一鸣就狠狠拽过我的头发，一边拽一边抬手对着我狠扇巴掌。你可闭嘴吧你！看来你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，现在你可不是风光的沈巍，而是我们一家的阶下囚。沈巍，你还很得意是不是？敢嘲笑我们的老鼠？呵，就你现在这狼狈的样子，也没比我们好多少。10几个巴掌下来，我的脸已经被抽肿了，嘴角渗血，脸上更是火辣辣的疼。我倔强地瞪着他们，语气冰冷。我又没说错，你们本来就是阴沟里的老鼠，就你们做的那些缺德事，还不如老鼠呢。听我这么说，齐一鸣一家3口的脸色瞬间变得青紫一片，难看至极。陈丽更是气得失声尖叫，对我又踢又打。你这死丫头，骂谁老鼠呢？要不是你，我们一家会这么惨吗？我们会变成这样，都是你害的。听陈丽这么说，齐一鸣也是阴冷开口。我妈说的对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
我们房子没了，工作没了，一家流落街头，每天过着乞丐般的日子，而你却吃香的喝辣的，吹着空调享福。凭什么？明明你是一切的罪魁祸首，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？不行，我不允许。说到后面，齐一鸣已经是气红了眼，神色也变得偏执而疯狂。我冷笑回对道：我过得好，是因为我足够努力，足够上进，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。至于你们会沦落成现在这样，纯粹是你们自己活该，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任何人。这一切都怪你们太贪了，你们贪图根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还想用非法手段进行抢占。我只是正当防卫，合法维权，我有什么错？你闭嘴，闭嘴！再闭我就戳烂你的脸！齐一鸣一边摇头一边尖叫，怒气上头的他直接抄起地上的碎钢板，把锋利的尖尖的对准我的脸。我瞬间不敢说话了，还起了一身的冷汗。齐一鸣将我的反应尽收眼底，趁机提出了他的要求。呵呵，怕了吧，沈巍？念在我们亲戚一场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肯把名下那栋房子过户给我，再把这些年的工资存款都给我，我也不是不能饶你一命。我要是不肯呢？不肯！齐一鸣眼里迸射出杀意，下一秒直接把锋利的钢板对到我脸上，冰冷的触感让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你要是拒绝我，就要你好看，就看你是选钱还是选命了。沈巍，你还是快些做决定吧，一会儿弄伤你可就不好了。我看着他也不回答，就这么冷笑着。齐一鸣有些不悦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愚蠢，你不是问我选择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要你的命。听我这么说，齐一鸣顿时火冒三丈。沈巍，你他娘的找死！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我满足你，现在就让你死。说完，齐一鸣让陈丽和齐帆压制住我，而他抄起钢板就朝我的脸戳来，眼看他的钢板就要刺到我的肉里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工厂的门被踹开，门外埋伏多时的警察突然破门而入，一脚踢飞齐一鸣的钢板，又反折他的双手，顺利将其制服。人赃并获，故意杀人，10年起步。制服了齐一鸣后，警察立马过来给我松绑。你也真是勇，虽然我们就在门外埋伏，但万一真的被伤到了怎么办？我笑着向警察们道了谢。不会，我相信你们。看着我们的互动，齐一鸣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即使被压制住，整个人还是立马暴怒起来。什么埋伏？你们是一伙的，不然呢？你真以为我一点防备都没有，任由你们一家绑到这里威胁？我看着齐一鸣，冷笑道：我知道那通电话后你肯定不会放过我，所以早就在身上装了定位器，并且还让警察派人暗中保护我，以防我遭遇不测。这几天我故意激怒你也是有意为之，就是想激起你心中的恶，给你犯罪的机会，好将你们一家一网打尽，斩草除根。毕竟你们一家就是一条恶犬，要么不招惹，要么就打死，不然肯定会反咬我一口的。得知真相后，齐一鸣双眼喷火，怒不可遏地瞪着我。沈巍，是你这个贱女人，都是你设计的，你不得好死！齐一鸣还想再说什么，但已经被警察压下去了。陈丽和齐帆见状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伸手就朝我掐来，大有和我同归于尽的气势。都是你还我儿子！沈巍，我儿子被带走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还没等他们得手，警察把他俩也一起压下去了。他们一家3口都被带走，我则留下来做了个简单的笔录。很快，因为证据确凿，齐一鸣一家
分别被判坐牢。其一名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，其番陈丽作为从犯也判了2年。据说他们在牢里很不好过，因为蛮横无理惯了。其一名进去的第1天就得罪了里面的老大，这之后他被小弟轮番欺负，各种奴隶被揍出气，端屎喝尿都是常有的事情。有一次，暴脾气的其一名受不了了，直接反抗，把尿灌老大嘴里，结果直接被老大摁头痛揍半小时，胳膊和腿被生生折断，舌头也被拔了。护犊子的旗番陈丽得知后跨牢去揍老大，结果被小弟疯狂群殴，陈丽被拔光了头发，打掉了牙齿，而旗番则被生生打飞了眼珠子。那一整个下午，牢里都是他们惨叫声。这就是所谓的恶人自有恶人磨吧。这之后，我不再关注其一名一家，他们也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。至于我，自从摆脱了这一家子奇葩后，心情愉悦了，事业也是蒸蒸日上。我妈也是想明白了，退了家族群，和亲戚彻底划清了界限，决定以后不再来往，只安心顾好小家，没有他们的骚扰，我们的前途一片美好。全剧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年下男友啥也不会，独精通画饼，画一个我吞一个。这边我起早贪黑的努力工作养家，那边他流连花丛不愿归家，最后甚至要为了钱和名利，却要陷害我，置我于死地。重活一世，我直接手撕渣男，要滚就滚，真当自己是公主了。就你这种货色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那磕碜样。我睁开眼睛，就看见我的男朋友郑志强暴怒地来回走动着，然后又抓起桌上的烟灰缸，狠狠地砸到门上，砰的一声，吓得我心颤。他将我从地上提起来，手指戳着我的脑门，戏谑道：“你说说你，都29了，要脸没脸，要身材没身材的，也就我不嫌弃你了。你爸妈还让你回去相亲，能像到什么玩意儿？我看他们就是居心不良。呵，狗眼看人低，看不上我了呗。”脸上火辣辣的疼，我看着窗户的倒影发呆，影子清晰地映出了我脸上红红的巴掌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几分钟前我还被男朋友推倒在浴室里，血流不止。他亲眼看着我跟肚子里的孩子一点一点失去生息，那淬毒似的眼神让我遍体生寒。怎么这会儿又回到了客厅？见我呆愣着不回答，郑志强反而冷静了下来。他支起右腿，吊儿郎当地坐在电竞椅上。秋蝶呀，你要真回去，你可就再也找不到我这种条件的男人了。他跟记忆里一样，半跪在地上，右手举起3根手指发誓。他说：“秋蝶，你信我，我会给你一个幸福完满的家，一辈子对你好的。”多感人的承诺呀！我想，我应该是重生了。老天爷是觉得我上辈子活得太蠢了，所以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吗？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我抬眼望向郑志强，这个男朋友我曾经爱到了骨子里，为了他我跟家里决裂，跟闺蜜翻脸，我不惜工作加班到凌晨，就为了能给他更好的生活。我相信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，可是换来的却是他的出轨和背叛，甚至把我们的孩子都抹杀。我对他已经完全死心。这个时间点，是我发现郑志强在背地里对顾氏集团的千金大献殷勤，而小小的试探了一下，而他却直接大发雷霆，不仅言语上侮辱我，甚至动手打了我一巴掌。前世我是个纯的恋爱脑，加上郑志强是个破高手，我对他死心塌地。为了证明我对他的忠心，还跟家里断了联系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这么蠢了，
我要把这个负心汉的面具狠狠撕下。我甩开他，抓着我的手，闭了闭眼道：你说的这些能说服你自己吗？秋蝶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跟顾淼淼是怎么回事？他一瞬间怔了起来，随后又暴怒道：你翻我手机了？谁准你翻我手机的？你烦不烦？我妈都没你管得多。他总是这样，情绪很不稳定。上辈子我以为他就是在乎我，才会在我面前表现出最真实的模样。我以为我能改变他，拯救他。现在想想，真是错得离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静开口：郑志强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吃我的，住我的，用我的，怎么着？现在刚冒出一点头就不安分了？我养条狗都比你忠心，天天就知道画大饼。你除了吸身边人的血，还能有什么出息？你闭嘴！我偏不。郑志强没本事，但眼高手低，说要全力冲刺考研，考了3年都没考上，好不容易看清现实，说出去找工作，结果工作还没找到，倒是先染上了毒瘾，每个月都要换着卡来倒钱还债。这几年全靠我养着，却容不得别人说。郑志强赤红着双眼瞪着我，双手用力地扯着我的长发，逼我与他对视。我叫你闭嘴，连你也看不起我，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？我说过我会发财的，我会飞黄腾达，是不是谁跟你说了什么？段誉那个臭婊子，宝宝，他就是见不得你好。段誉是我的闺蜜，前世她苦口婆心劝我分手，说郑志强不是良配，我却听信郑志强的话，慢慢疏远了他。我后悔极了，我的头皮被郑志强扯得生疼，他却一点也不在乎，他的眼里满是欲望跟癫狂，而曾经的我竟然以为这是爱。他解开皮带，身体缓缓压向我，我知道他要开始惩罚我了。我扭过头，眼睛紧紧地盯着床头的花瓶，在他又一次几乎把我掐到要窒息时，抓起花瓶狠狠地砸向他的后脑勺。他顶着一脑门的血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表情扭曲可怖。一个箭步冲上来，抓住了我的手，他眼里满是红血丝，喘着粗气道：连你也敢反抗我？我给你脸了！麻意瞬间从尾椎窜上头皮，我打了个哆嗦。这一刻，我以为我又要死了，脑子里走马观花般浮现起郑志强的怒骂、暴力和歇斯底里，最后定格在我死前在浴室的场景。我求他救救我们的孩子，而郑志强眼里却只有嫌弃。他还这么小，他还没见过这个世界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郑志强，你这个杀人犯！郑志强把我灌到沙发上，再次压了上来。我用力踹向他的下体，他脸上青筋瞬间暴起。趁他发愣时，我迅速地拿起散落在地上的网球拍，照着他的背部狠狠地抡过去，手臂、大腿、小腿、臀部，所有他以前打过的地方，我都要加倍奉还。啪啪啪，球拍打在肉上的声音响亮极了。郑志强整个人都蜷缩了起来。我停下手，发现自己竟然在哭，血和泪水混在一起，我却感到身心却前所未有的舒畅。这是我2辈子以来第一次反抗这个男人，原来也不难。我看清了，郑志强其实就是一只疯狗，要赢过他也很简单，比他更疯就好了。我把球拍砸到地上，不想再看这个男人一眼。分手吧，我们结束了，离开我的家。这房子也是我自己买的，当初他刚毕业还找不到房子住，便顺理成章地住在了我家，一晃都好几年了。郑志强踉跄着站起来，擦去嘴角的血。行，你别后悔，我等着你来求我。我没有再理会他，我知道他要去找顾淼淼哭惨了。
这些都跟我再去瓜葛了。我拉黑了郑志强所有的联系方式，比起他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拨通了段誉的电话，嘟嘟，电话响起2声就被接起。喂，秋秋，怎么啦？是不是那渣男欺负你了？我听着段誉关切的声音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小玉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昏暗的酒吧里 ，DJ 正在摇头晃脑，动感的音乐一下一下地冲击着我的心脏。前世我是从来不敢来这种地方的，要是被郑志强知道，能扒我一层皮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郑志强又怎么你了？小玉，我跟他分手了。我继续灌了一杯酒，解气地道：我把那臭傻逼打了一顿，然后甩掉了。哦，分手就分铺。段誉口中的酒喷了出来。什么？你终于看到他丑陋的外表下更丑陋的内心了吗？我早跟你说过了，那男的性格太烂了，真的不行。我一边喝一边跟段誉断潮吐槽，酒精刺激着我的大脑，醉了却更加清醒。贬低我，用我的钱献殷勤、家暴，还有我死去的孩子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我都要他付出代价。那天晚上后，我便住到了段誉的家里。之前的房子被我挂了出去，因为地段好，我要价也比较合理，所以很快就卖掉了。我家跟段家是世交，我跟段誉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，我的养父母也是有头有脸的富商。我虽是沈家抱养回来的小孩，但是他们对我视如己出，只是我终究带着自卑，觉得沈家不是我真正的家。遇到郑志强之后，我更是被他的花言巧语迷得团团转，疏远了家庭跟段誉，满心满眼都只有他。2个月后，以前的保安给我打电话，说郑志强到我们原来的家门口大闹，非说那是他的家，希望我跟他解释清楚。我告诉保安，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。郑志强闹事的视频被保安拍下发给了我，他比离开的时候憔悴了很多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也不剃。此时的他又让我想起了前世，曾经我也狠下提分手过，他也是这样落魄的回来，蹲在门口等我，一见到我就哭，说没了我活不下去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找不到工作，我的手表和电脑都拿去卖了，那些要债的找上门说再不还钱就要把我的手剁掉，我爸妈也不肯帮我。秋蝶，我错了，我只有你了，你帮帮我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那时的我心软了，抱着他跟他一起哭，哭完就给他转了几十万块，让他先把一些窟窿填上。谁知他拿了钱，当天就消失了。我还以为他被高利贷绑了，满世界的找他，给他打电话他不接，甚至差点报警。直到有同事给我打电话，说在赌场门口看见了郑志强。我冒雨开车过去找他，在赌桌上看见他正赌得起劲，整个人都是亢奋的。我气得打了郑志强一巴掌，拽着他往外走，顺便警告他不要再赌博了。谁知郑志强竟然直接甩开我的手，把我推倒，我的腰撞到柱子上，疼得我直冒冷汗。他挤开人群，快步回到赌桌上，护着他所剩无几的筹码。哥几个继续啊，再来再来。他不用管，一个疯婆子。我当时心都冷了，我不眠不休找了他一天一夜，他却死不悔改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还说我是一个疯婆子。赌场烟雾缭绕，周围的人都像看小丑一样看着我，眼睛里面的嘲笑几乎不加掩饰。我当时是真的爱我这个男朋友，几乎是恳求的对他说：志强，跟我回去，我不会害你的，你真的不能一错再错了。可郑志强跟被下了降头一样，坐在赌桌上一动不动，对着我大吼大叫：你烦不烦啊？能不能滚远点？
别哭哭啼啼的影响我手气，见不得我好事吗？我一阵头脑发昏，后退了好几步，差点没站稳。工作人员也出来打圆场，对着笑道：“这位小姐，请你离开。”我实在是劝不住她，只能在赌场门口等她。几个小时后，郑志强才灰溜溜的出来跟我回家。我要分手，他以死相逼，我又心软了。在之后，我求我一个开公司的亲戚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，只希望他能真的踏踏实实过日子。但是赌鬼又怎么会改呢？终究是我押错了筹码。视频中，李志强扑在门口，用力把钥匙往锁眼里面插，暴力地拍着门：“秋蝶，秋蝶，你开门！你怎么可以换锁？你怎么这么心狠？”邻居在一旁提醒：“这房子秋蝶已经卖出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”郑志强尖叫道：“不可能，这也是我的家，他凭什么卖出去？他说我可以永远住在这里的。”我闻言冷笑：“你的家？这房子是我起早贪黑的工作，为了业务喝酒喝到胃出血，数次晕倒在办公室才换回来的房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房子，我自然想卖就卖。”由于他撒泼不肯走，最后新的房主只能报警，他才灰溜溜地离开。我找了私家侦探跟着他，才知道他离开之后，立马就去找了高利贷。私家侦探发给了我一段视频，多嘴说了一句：“沈小姐，这男的简直是白眼狼啊！可不就是一只白眼狼吗？但凡他有一点良心，又怎么会跟债主密谋？怎么从我这里捞钱呢？”郑志强跪在地上，左右两边都是强壮的打手，他的脸已经被揍到破相淤青。他双手合十，求要债的再宽限几天，说过几天一定还能从我身上榨出钱。刀疤男踹了他一脚，他却依旧点头哈腰。那娘们把房子卖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直接去他公司找他，他看到我就会心软的。刀哥，刀哥，你信我，我利息可以给你双倍。刀疤男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耐烦，很快又被贪婪取代。你小子哄女人是有一套，但那小女朋友真这么有钱？郑志强顺势西行到刀疤男的脚边，谄媚地说：“那房子本来就在市中心，又是学区房，没有2000万拿不下来。做我的女人，给我点钱花，不应该的吗？”刀疤男眼中的贪婪更加明显，他把郑志强扶起来，耐心道：“阿强，你女朋友这么有钱，不早说，要我是你遇到这样的，可不敢放手。不过你可得看紧了，女人都是谁强跟谁的。你现在这样，说不定她私底下都看不起你。反正她能给你兜底，不来几局，赢个大的。到时候要什么女人没有，她就是一个纯女人。随便哄两句，他就对你死心塌地了。他听话得很，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绝对不可能喜欢别的男人。刀疤男舔了舔嘴唇，仿佛不经意地说：“再怎么爱你，也不可能每次都帮你吧？女人可善变得很。”哈哈，就这个呀，我想过了，他家就他一个女儿。要是以后找不到条件更好的，就跟他扯证吧。女人顶不了什么事，再加上他每天都加班到凌晨，又跑业务又喝酒的，身体早垮了，指不定能活多久呢。到时候他跟他家的存款、房子、车子全部都是我的。说着，他像是看见了美好的未来，满足地叹息道：“想想就爽，要不就他吧。”我听得浑身发冷，原来在他的心里，竟然一直都想让我死吗？这就是我爱着的枕边人。他说的不错，我从来不觉得非要男主外女主内，我有事业心，我喜欢打拼。郑志强比我小，他说他想学习，说要搞科研，我也由着他。
想着只要我们是真心相爱，总会有未来的。为了他可以专心的学习，实现他的理想，为了他口中我们的幸福，我不要命的工作，最后换来的却是他想我早点死。初遇时的美好宛如镜花水月。郑志强啊，我真的小看你了，没曾想他早就在心里预想了千百次我的死亡。视频里他们开始商量去公司赌我，目的是要钱，他们想要1000万，这钱够还了，赌债还绰绰有余。第二天上午，前台告诉我郑志强来了，正在底下闹呢。我已经现公司的人说过，郑志强不再是我的男朋友，所以没有人会让他上来。我让助理下去处置，闹得太厉害，就直接叫保安丢出去。没一会儿，助理又急匆匆地上来了，说郑志强从身上拿出来一把匕首，划伤了保安的胳膊，问我怎么处理。报警不会吗？这种事还要我教？助理愣了愣，没有多问，立马通知下面报警。郑志强被警察带走时，跟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，我是沈秋蝶的男朋友，他已经失联好几天了，我要见他。秋蝶，由于他实在闹得太厉害了，我只好下楼。他一看见我就想扑上来，却被警察按住。秋蝶，秋蝶，你救我呀，他们要抓我。我看陌生人一样看着他，视线扫过政务袋里的那把水果刀，想起了他和刀疤男的对话。我明天带把刀过去，他要不给我钱，我就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他。秋蝶，你愣着干嘛？叫他们放了我。我抱歉地对警察笑了笑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们时间了，你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。我跟他已经分手，没有丝毫关系了。郑志强一听就急了，他一急就容易口不择言。沈秋蝶，你几个意思？你说分手我同意了吗？你不就是欲擒故纵吗？你我都完烂了，你就是个荡妇，臭婊子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再和好。这种谩骂我已经可以无动于衷了。放心，我们不会再有任何关系。他被带走后，私家侦探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是躲在暗处的刀疤男在拍视频。我冷哼一声，上辈子玩过的把戏，以为这辈子我还会中招吗？前世没有这一出，自然没有视频，有的是郑志强发布到网上的一篇小作文加几张照片，从头到尾都在控诉我如何水性杨花，践踏他的真心。他说他自从跟我在一起后就没有了社交，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都要经过我的同意，说我是个控制欲过剩的女人，如果他不听我说的，我就会疯狂打骂他，自残，甚至以死相逼。但是我自己却经常出去跟不同的男人约会，出入各种酒吧夜店，社交账号都是不堪入目的内容，去每一个地方出差都会约不同的男人。他说我私生活混乱，是疯子，是变态，是一个原生家庭残缺，所以心里阴暗的女人。说他最后悔的就是跟我在一起，因为我都对女人有阴影了。配上几张他受伤的照片，还有他偷拍我穿着性感的照片，就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了我的身上。当时网友骂我骂得有多狠，我已经不记得了，我只知道当时看见他发的那些东西，我的心疼到无法呼吸。我觉得我的男朋友一定是被高利贷诈骗犯控制了，才发出这样的东西来。于是我给他打电话，问他是不是有难处，现在安不安全。电话刚接起来，就被要债的抢去了。他告诉我，如果想让我男朋友好好的，就给他转300万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只要他能放了郑志强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。他威胁我不能报警，不然就杀了郑志强。我太害怕我男朋友出事了，就一次又一次的给他转账，
每次听见男朋友在电话里哭着求我救他，我都心疼到崩溃。直到高利贷要求我把名下的房子抵押过户给他，他就放了郑志强。我想着，只要我们都好好的，房子也好，车也好，都还可以再赚。我带上了所有资料，和刀疤男见面，就要签字时，看见了躲在一边的郑志强。当时也是我关心则乱，竟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，还哭着跑过去抱住他，安慰道：“志强，你没事了，我来救你了。”他一下子推开我，眼神躲闪地说：“别碰我，赶紧签字，我赶时间呢。”我愣了，什么？刀疤男也不装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沈小姐，你不是最爱你这个男朋友了吗？你也希望他过得好吧？你赶紧签字，志强还要赶明天的飞机。对了，明天就是他跟我们顾老大女儿的订婚宴，沈小姐要不要来呀？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郑志强，他一边抚摸着手上的钻戒，一边不耐烦地对我道：“赶紧签字啊！你家这么有钱，咱们这么多年就要一套房不过分吧？你年纪都那么大了，我肯定不会娶你，不像淼淼，年轻漂亮还天真可爱。”我没有签，带着资料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，耳边还回荡着郑志强愤怒的咆哮。我无时无刻不在忧虑挂念的爱人，原来早就变了心，多可笑啊！郑志强来闹的第二天，跟前世一样的小作文出来了，还有剪辑过的视频，上面是我一脸冷漠的对警察说依法处理，后面郑志强又发了几张照片，说是我打的，还有伪造我辱骂他的聊天记录，伤口很新。但除了刚重生的那天的反抗，我从未打过郑志强，倒是他以前为了让我听话，经常跟我动手。私家侦探再次发来了视频，原来为了更逼真，是刀疤男打伤的郑志强，为了害我，他竟然不惜让自己受伤。我甚至开始反思，我当时到底是看上了他什么？怎么会爱上一个这么恶毒的人？事情的发酵速度比前世还要快，短短3天就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搜。郑志强还接受了采访，他扮演一个为爱牺牲还被家暴的脆弱男人，对着镜头哭哭啼啼，说只想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。我看错人了，我认，过去的我都不想追究了，但是他折磨我这么多年，我只想得到一些精神损失费，自己重新好好的生活。当天我的电话就被打爆了，邮箱跟各大社交账号也收到了很多的信息，有要我做出解释的，有诅咒谩骂的。我发了一条动态，说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解释。在这之前，我去单独见了郑志强，他主动约我，去的竟然还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去的咖啡厅。我在一个角落的位置见到了戴着口罩、帽子、墨镜、全副装备的郑志强。郑志强也不装了，直接道：“沈秋蝶，看见新闻了吧？”我淡淡道：“看见了。搞出这些东西，你想做什么呢？”他继续：“这些事对你一个大龄未婚女的影响很大吧？沈秋蝶，你要是想这件事的热度下去，就按我说的做。你说吧，首先给我转1000万，然后再把你另一套房子给我。至于车子，你也别留了，都过户到我的名下。”竟然比前世的胃口还大。我抬眼看见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，目光冰冷。还有呢，郑志强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他低着头思索，接着道：“还有你平时买的大牌首饰、包包那些，我挂网上也能卖几个钱，都给我就行了。对了，还有我送你的戒指。”我心里冷笑，那戒指是郑志强刚追我的时候送的，说是省吃俭用了半年给我买的，其实也就几千块钱的东西。我当时还感动极了，他自顾自地说着：“给你1天时间，
你把这些都准备好，我明天找你签字。若是少一样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郑志强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都不是我男朋友了。他不屑地一摆手，我才不想跟你在一起呢，我只要这些东西。我看着他道，不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为什么还要迁就你哄着你？我凭什么要给你呢？他一听立马失控道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以前我说要什么你都会给我的，你之前明明很听话的。秋蝶，你也不想被网暴吧？赶紧把我要的都给我，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里混不下去。说着，他露出一个充满恶意的笑容。我们夫妻一场，好了这么多年，沈秋蝶，你身上的每一个部位，每一寸肌肤，我都清楚无比哦。要不要让大家也欣赏一下呢？我直接站了起来，冷眼看着他。郑志强，我真怀疑当时你给我下迷魂药了，你怎么那么恶毒啊？他还很有道理一样，都是你逼我的，谁让你不给我你的东西？你得知道，我完全可以让你身败名裂。我点点头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对你彻底没有感情了。7年的真心就当是我喂了狗。我出门上车，直接让司机带我去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。跟我一起的还有助理和私家侦探。我接受了媒体采访，在采访之前，我主动要求看看郑志强的视频和那篇作文和网友的评论。这种爱情简直令人窒息，心疼小哥哥忍受了那么久，终于有女生刷到了吗？这几天都只有男生的账号能刷到他。果然，男性家暴受害者更容易被忽视，太变态了。这女的根本没有把对象当成人，而是当成他的所有物。能理解这兄弟的绝望。好消息，分了；坏消息，流入市场了。心理变态能不能别谈恋爱呀？真吓人！我看了上百条，都是在骂我。我低头笑了笑，示意主持人可以开始了。主持人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很明显对我有偏见，一开口就直奔主题。沈女士，解释一下你男朋友说的那些问题呗。别说只是恋爱，就算是婚姻里，都不能限制对方的人身自由，更别说家暴跟出轨的行为了。我看着已经静音的视频，缓缓解释。呵呵，他说我什么？控制欲过剩，限制他的自由和交友。我的助理和私家侦探投屏放上了郑志强跟我日常相处的照片和视频。郑志强其实才是那个控制欲、占有欲过剩的人，他会莫名其妙地打压我，会挑拨我跟我朋友的关系，希望我的世界变得只有他一个人。我爱得太卑微，常常将他的话奉为圭臬。郑志强有一个小癖好，他性格喜怒无常，一生气我就让我对着镜头道歉检讨自己，尽管我并没有错。视频里，我不安地攒着手指，轻声哄他开心，答应明天就带他去买刚出的新手机。他才纡尊降贵般赏我一个笑脸，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让我一肚子气。你通讯录那些男的删干净了没？还有你那闺蜜也别再联系了，一天天的不让人消停。每一个视频都有日期，比起情侣间记录美好瞬间的说法，更像是郑志强驯化我的过程。他说我双标，管着他的交往，自己却出入夜店，私生活混乱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得出口的。出轨的人明明是他。助理放上郑志强跟顾淼淼的照片，这段时间他除了威胁我之外，还兼顾讨顾淼淼的欢心。顾家本来就是放贷起来的，现在明面上是风光无量的顾氏集团，背地里放贷的项目一个也没放手。郑志强好赌，却也这么阴差阳错地认识了顾淼淼。
那次去赌场找郑志强的时候，我便看到了顾淼淼。女人的直觉让我立刻就感受到了这两个人之间难以言喻的暧昧氛围。回到家，我询问他，他大发雷霆，说我心思不正才会想别人也是这样的。从他的反应来看，我就知道他出轨了。那之后，我突然留意到了很多细节，不属于我的香水味，领子上栗色的长发和口红印，通讯录里没有备注日日聊天的人，等等等等。到底是谁一边管控别人，一边管不住自己？我一直骗自己这是假的，直到那一次我出车祸，我给他打电话，却一直打不通，好不容易接通了，他却叫我别烦他。我说在救护车上跟他说，志强，我出车祸了，你能来陪我吗？我好害怕。他怎么说的来着？这不没死吗？我期末复习忙着呢，少烦我。视频中有我当时受伤的照片，脑袋跟一只手一只脚都缠着纱布，面容苍白憔悴。然后视频一转，是郑志强小心翼翼地扶着一名女生在走，这个女人就是顾淼淼。她竟然来我住的这家医院检查。同一天，郑志强复习没空来看受重伤的我，却能陪顾淼淼来体检。我怔怔地看着他们，郑志强把我训话得很听话，尽管我心里在滴血，却不敢上前，只能偷偷录下这段视频。主持人看着视频里的证据，已经彻底愣了，连问题都不会问了。我看着镜头，慢慢地说着，在这段感情里，我慢慢失去了自我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我第一反应竟然是不能让郑志强发现我已经知道他出轨。我太害怕他离开我了。镜头晃动，再次出现的画面却让人触目惊心。郑志强扯着我的头发拖行，用烟头烫我的肩膀跟锁骨，掐脖子，用颜料在我脸上、身上写下侮辱性字词。视频里的女人无助地低下头，瑟瑟发抖，呜咽，请求男人宽恕自己。视频外的我脱下外套，露出一条条丑陋狰狞的疤痕，无声诉说着这个男人的残暴。主持人看见我身上的疤痕，震惊地问道：这些伤势？郑志强有家暴倾向，经常会打我，这些伤痕不好看，所以我大夏天也穿着外套，见笑了。不过我也想通了，让这些不堪的过去暴露在阳光下，才能充分杀菌嘛。说着我便想笑，眼泪却夺眶而出。这一次不为郑志强，只为了还能重活一次的我自己。现在想想，我以前到底是图什么呀？为了这么一个男人作践自己。主持人见我哭了，也有些慌乱，他眼睛中满是愧疚。沈小姐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摇头，哭得停不下来。我知道我错得离谱，我不应该任由自己滑向深渊。这次采访是以直播的形式放送的，我可以看见屏幕上滚乱的弹幕，大多都在跟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姐姐，这种男人不要也罢，是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前任也是这种人，所以我看到新闻的时候也超生气，错怪小姐姐了。也有反过来骂李珊珊、郑志强的。家暴跟出轨真的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大家真的要擦亮眼睛，远离垃圾。这男的软饭硬吃，真点，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？也有人执迷不悟的，我家的喝了酒也会打我，但他其实除了打我和问我拿钱之外，都很宠我。楼上的尊重祝福锁死。郑志强也开了直播，谁知道你们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看到郑志强也开播了的消息后，我们直接在采访间转播了郑志强的直播。视频里的他在昏暗的小出租屋里，胡子拉碴，顶着混乱的鸡窝头和大大的黑眼圈，桌上的烟灰缸都堆满了烟头。
看起来异常颓废。你说沈秋蝶的那些视频，我没有家暴，那些都是他要求我这么对他的。他说特别喜欢这种被我掌控的感觉，我也不想啊。好的时候当然怎么样都好了，呵呵。现在就变成指控我的证据了。为什么在破出租屋里吗？被这女人卷走了所有的钱呗，无所谓了，钱财身外之物，我就看不得她诋毁我，得不到就毁掉，真恶心。那女生是我一个朋友妹妹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她自己整天胡思乱想的，我能怎么办？她跟大家展露自己还有些红肿的脸，额头上的伤疤，以及手臂上的淤青和疤痕。这时候了，郑志强还要演，直接给我气笑了。不少人也开始同情相信他，怀疑我之前说的话是真是假。沈秋蝶是神经病，我不是骂他，是他真的有心理方面的疾病。我以前很心疼他，我觉得只要给他足够的爱，他会痊愈的，所以他打骂我，我都照单全收。只是这次沈秋蝶真的让我太失望了，主持人一时也搞不清楚我和郑志强到底谁对谁错了。他纠结地看着编导、助理和私家侦探，对我点了点头，示意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编导说：连线吧，我和他的事今天就在大家面前说个清楚。编导眼睛一亮，立马吩咐连线。郑志强看见我，又装出一副深情又隐忍的样子，我只想冷笑。以前可没见过他对我露出过这样的表情。郑志强像是受够了，坚决地对我说：秋蝶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我闻言，隔着屏幕冷冷地看着他道：行了，不用演了，郑志强，我本来不打算做这么绝的，你非要逼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郑志强一听，顿时有些惊慌，不过依旧死鸭子嘴硬道：你不要再威胁我了，直播间这么多朋友都在看着，我不会再怕你了。我抬手示意助理把我上午跟郑志强见面的视频发了出去。我本来是要放过你的，只是你不放过我。郑志强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以前我能受你欺负，不过是因为一个爱字，我不爱你了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我们谈话的视频从头到尾都放了出来，他伪装的可怜被撕开，丑恶贪婪的嘴脸在高清镜头下无所遁形。在看到他理所当然地逼迫我把名下财产都给他时，弹幕纷纷骂他不要脸。在看见他用私密视频要挟我时，弹幕都快要疯了，真恶心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这是敲诈吧？你违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兄弟，男的打的算盘，我在千里之外都听得见，果然是人渣。小姐姐太惨了，不幸的恋爱要用很久来治愈。本来以为是女方家暴还给男的戴绿帽，搞半天是凤凰男贪得无厌朝三暮四啊！年度大戏翻转不断，还会有翻转吗？郑志强没有再说话，而是直接关了直播。我看着主持人，抱歉的一笑，不好意思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主持人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偏见和轻视，全都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同情。没事的，沈小姐，你真是辛苦了。如果是上辈子，我会认为为了郑志强再辛苦也值得。可这辈子我不愿意再为他付出了。私家侦探给我发了郑志强的近况，郑志强去找刀疤男，却直接被扔了出来。他又去顾淼淼平时会去的书店等他。顾淼淼的现任和保镖把他打了一顿后扬长而去，留下脸部肿胀、满身狼狈的郑志强躺在门口的地上。好半天，他才爬起来，低着头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去。心疼吗？如果是上辈子看见他这个样子，
我能心疼死，可这一世的我却没有任何感觉，心已经死了。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曾经害死我的陌生人。那之后的1个多月，他过得非常狼狈，没了我帮忙，他只能到处躲避债主，但还是3天2头被揪出来打一顿。在这个城市根本就没有立足的他，连城中村的房租都负担不起，被房东赶走，只能住公园睡桥底，偶尔还会被城管赶走。走投无路的他又去了赌场，再次遇上刀疤男郑志强，竟然又攀上了顾淼淼。上辈子也是这个时间点，我发现自己怀了郑志强的孩子。他说不能让我这么没名没分的，但是他没钱办婚礼，又说不愿意婚礼的钱也要我出，于是我们就先领了证。领证后的1个星期，郑志强就把我推倒在浴室，我死了，丈夫就能合法继承我的遗产了，这是我最后一劫。郑志强，这一世你还会动手吗？我没等太久，郑志强来找我了，他满脸都是伤，还瘸着一条腿。他一见面抓着拐杖跪下，哭着抱着我的腿，看来他是想用苦肉计了。秋蝶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我再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了，我会找份工作，以后我养你，我们从头开始吧。我至少跟他朝夕相处了这么些年，他说的是真话是假话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所以当我看见他一边哭，眼睛里一边闪过的恶毒冷光时，我才心寒，他哪里会认错？分明就是来要我的命的。我低头看着他，用和以前一样温柔的声音对他说：志强，只要你是真心悔改，我又怎么舍得苛责你呢？他一喜，急忙道：秋蝶，我们领证吧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傻了，我会好好对你的。来了，他果然贼心不死。为了配合他的戏，当天我就跟他去领了证，之后我们就同居了。同居的房子我特意选了跟秋玉所在的楼盘，就住在他楼下，给了他一把备用钥匙，约定好了有什么事他就带人来救我。我没想到郑志强比前世还要迫不及待，当天晚上就露出了丑恶的嘴脸。他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顿饭，我沉默着不敢吃。郑志强抢笑着：秋蝶，吃啊，我做了很久呢，你为什么不吃？你不信我？你不是说原谅我了吗？怎么会呢？我缓缓答道：汤肯定有问题，上辈子我也是这样喝下他给我做的汤，然后便开始意识模糊，头重脚轻。我只好当着他的面喝了一小口汤，然后趁他不注意偷偷地吐在饭里。3分钟后，我趴在桌上假装晕倒，然后偷偷给秋玉发了个信号。郑志强凑到我耳边温柔地说：秋蝶，你还是这么蠢，这汤我加了料，你终于要死了。我说过，你所有的东西都会是我的。门外传来了激烈的拍门声，见没人应答，便直接开门。秋玉直接带着民警冲了进来，秋玉直接扑到我身边，大声哭喊道：秋秋，你没事吧？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2位警察直接控制住了郑志强，他挣扎着着急道：你们干嘛抓我？我跟我老婆好好吃着饭，你们这是擅闯民居，非法拘禁。这位女士报警说你要实施犯罪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，是不是冤枉你？跟我们走一趟就知道了。警察义正言辞地说道。这时我悠悠转醒，虚弱道：警官，我怀疑汤里有毒，郑志强被带走调查了。我提供了家里的监控录像，加上郑志强各种前科和反常行为，谋杀未遂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。郑志强最终被判了7年。我申请了撤销婚姻，离开这个充满着伤心回忆的城市，去了山村支教。我教孩子们
读书认字，也从他们的朴实善良中得到了治愈自己的力量。后来我才真正的明白，原来爱的形式有很多种，除了恋人的爱外，还有朋友的爱、兴趣的爱、宠物的爱、大自然的爱、团队的爱，以及最重要的自爱的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